你記住入門口見到3樣嘢，家敗在散空。咁大鑊，邊3樣嘢啊？跟住啦，第一樣廁所，冇入門口再正嘅廁所。進門見三物，家敗財散空。嗱，呢句俗語嘅意思即係話，一入門口就見到3樣嘢，屋企嘅財產會外流，再多嘅錢都會敗光咁話。咁大鑊，邊3樣嘢呢？你屋企有冇呢？嗱，第一樣就係廁所啦。咁廁所亦都叫做茅廁、茅房、茅坑、屎坑、混所等等嘅叫法。咁廁所呢一家嘢係平時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嘅嘢嚟嘅。平時人有3急，最難忍嘅就係內急。咁廁所可以幫我哋解決問題。無論係皇宮貴族定係最底層嘅人都需要用到廁所。咁依家就係小區房啫，但係以前都係自己搭建嘅茅草屋、土屋、硬屋噶嘛。咁當時候老百姓就認為啦，就算係自己搭嘅房都好，都唔好話一入門口就搭個廁所嘅。因為古人認為廁所係污穢聚集之地，如果正對住個門口嘅話，嗰啲污穢之氣就會同嗰啲好運相衝噶啦，搞到運氣都攻走埋。另外古人仲從風水學嘅角度去分析，話茅廁正對大門就會見財化水咁話，因為廁所係水流集中嘅地方，容易吹走啲財運。我哋試下從科學角度去分析，睇下啱唔啱咯。廁所係一個容易滋生細菌嘅地方，有好難聞嘅異味。咁以前嘅人用嘅茅廁嗰啲黃白之物，如果冇及時沖走，冇及時處理嘅話，可能就會有冤崩難臭嘅味道，仲會影響個人嘅衛生健康啦。咁所以古人就得出茅廁不對大門，遠離污穢嘅講法啦。咁放喺邊個位置先至啱呢吓？咁通常係建喺通風，又或者係太陽曬得到嘅地方，有助於室內空氣嘅流通或者散味啊嘛。又或者係建喺遠離客廳嘅地方，咁費事呢啲丙品咁私人嘅嘢俾人聽到聞到啊嘛。不過古時候嘅人通常就會將個廁所建喺建築物以外嘅地方，即係間屋出邊。咁又或者係比較隱晦嘅地方，譬如話間屋某一個角落頭，反正就係要遠離呢啲污穢之氣，令到家庭祥和安寧。咁從實用性方面去講，其實就係為咗方便處理啫。咁第二樣呢，大門口冇再正嘅廚房。正所謂民以食為天，古人經常話開門7件事：柴米油鹽醬醋茶。呢一個係生活上必不可少嘅嘢，係好重要嘅嘢嚟嘅。咁如果一間屋企冇廚房、廚房，順便講下啦，呢2個字可以讀廚房，粵語亦都可以讀廚房。讀廚房係舊音，係老廣嘅發音；讀廚房係新音。譬如話加減乘除，亦都有人讀加減乘除，2個發音都得㗎吓。咁講翻啦，如果一間屋企冇廚房、廚房嘅話，係等於一隻雀仔冇咗個心臟，冇煙火氣，冇生活嘅氣息。咁辛辛苦苦做完嘢翻屋企，都係想瞓翻個靚覺，瞓個好覺，食餐飽飯啫。所以廚房係好重要嘅。咁古人認為廚房就係聚集福氣嘅地方，因為有個灶君喺度。灶君俾古時候嘅人認為係一個家庭嘅一家之主，掌管成個屋企嘅福氣、財氣同埋運氣。咁如果一打開屋企嘅大門口就見到嘅廚房，即係意味住嗰啲福氣啊、財氣都會跟住個大門口打開嘅一剎那俾流走，錢都會俾帶走。哇！呢一樣嘢對於古人嚟講係好唔老禮嘅，錢都冇咗咯，咁即係意味住一家大細以後停揸兜啦。咁所以亦都有句俗語叫做開門見灶，錢財多好。我哋試下撇開風水唔講，從科學嘅角度去分析，其實屋企嘅大門口正對住廚房，係真係會搞到室內嘅空氣差，搞到烏煙瘴氣嘅。咁煮開飯嘅朋友仔，你都知道啦，煮飯嘅時候油煙係會好大噶嘛，尤其係爆炒啊或者係煎啊炸嘅時候，炒辣椒嘅時候，嗰啲油煙味就會好大啦。就算裝咗抽油煙機都好，部分嘅油煙都係冇被抽走嘅。咁如果個廚房空氣係唔流通嘅話，成間屋都有嗰啲油煙味嘅。日積月累嘅情況之下，廚房嗰埲牆就會有好多污垢啦。咁如果廚房係正對住大門口嘅話，咁嗰啲油煙又會吹到去大門口嗰度喎。吹出去都仲好，如果吹翻轉頭呢，就成間屋都咁大陣油煙味，聞得多對身體自然唔好啦嘛。所以喺古時候嘅人冇抽油煙機嘅情況之下，就會喺屋企嘅廚房個頂裝個煙通啦。咁最後一樣又係咩呢？
最緊要入門口冇戴住面鏡。自古以嚟鏡都係隨處可見嘅，係用嚟整理衣冠、用嚟執正啲眼耳口鼻嘅必需品。古時候嘅人就用銅鏡，咁依家嘅人用水銀鏡。但係隨住文化嘅發展，呢塊鏡又附加咗多層嘅意思咯。譬如話塊鏡會反射啲冇禮嘅嘢，所以唔好對正個床，又或者唔好放喺個客廳，因為會反射一個人嘅氣運同埋財氣。咁如果正對住個門口，一推開門就見到塊鏡，就會將屋企嘅嘢反射出去，會破壞屋企嘅平衡同埋格局。咁樣就係對屋企唔好，嚴重嘅話仲會導致福氣嘅流失。嗱，呢一個係古人從風水學嚟講，咁當然呢個講法比較抽象，比較迷信嘅。嗱，我哋唔好迷信，試下從科學角度去分析。其實一入門口就見到塊鏡，真係幾恐怖嘅。唔係話驚見到嗰味嘢，而係夜媽媽翻嚟驚俾自己嚇親啊！嚇親影響心情，影響睡眠就唔係咁好啦。不過我諗亦都好少人話會將塊鏡正對住自己門口嘅，係咪？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進門見三物，家敗財散空啦。放到依家其實未必等使嘅，因為未必適合現代人嘅居住習慣。咁古人之所以會咁講，都係因為想追求一個舒適嘅環境嘅啫。都係呢一句，相信科學，迷信係不可取，但係關乎到健康咯，就需要謹慎啦。畢竟一個家唔係話淨係得間屋嘅，仲係一個人嘅精神支柱。住得舒適，適合自己，先至可以創造一個和諧、美滿、幸福嘅家庭㗎嘛？你話啱唔啱呢？好啦，到最後又想問下大家，咁你屋企有冇呢啲關於呢啲講究呢？有冇話廚房啊、廁所啊唔好對正邊個地方呢？有嘅話留個言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